视频中，这位妈妈听到有人在敲门，于是起身过去开门。可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家里养的狗居然趁女主人离开的时候攻击宝宝。小宝宝被狗凶巴巴的模样吓哭，妈妈听到哭声后立马赶回客厅，但狗狗却站在一旁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的样子。要不是有监控拍下一切，谁能想到长相可爱的小狗背地里居然如此凶狠？看到怀里的孩子哭得这么伤心，她感到特别的心疼。一边是自己的亲生孩子，一边是养了多年的爱犬，这让她的内心十分纠结。想起网络上的一些视频，别人家的小狗都能跟宝宝相处得非常融洽，她多么希望自家孩子和狗也能像那样和睦相处，这样也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童年。可到她这就完全变了的样子。女主说狗狗名叫小白，自己还没结婚前就已经养了它多年，一直是狗狗和她一起生活。那时候的小白还非常的温顺乖巧，之后结婚生了小孩，小白还整天守在宝宝边上守护着。可自从宝宝长大一些，在家里到处乱爬时，狗狗就开始变得暴躁易怒起来，甚至还会用各种办法抢宝宝的吃的。每次给宝宝吃辅食的时候，不管狗狗喜不喜欢吃，它都会想方设法从宝宝手里抢走，然后还一脸得意地盯着它们。面对主人的责骂批评，小狗就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态度。而现在小白越加变本加厉，不光和宝宝抢吃抢喝，就连玩具都视为己有，和宝宝使劲争抢，有时甚至还会观察宝宝的行动路径，提前故意叼走小主人想要的东西。这天宝宝正在玩他最喜欢的小球，小白瞅准机会叼起球转身就跑，还炫耀般的在宝宝面前来回晃悠，气得宝宝趴在地上哇哇大哭。妈妈在听到动静后赶忙抱住孩子安慰，她真的是快被一娃一狗折磨疯了，因为担心有时候大人不在，狗狗会伤害到孩子，她每天都要分出更多的精力关注他们。可长期以往下去也不是个办法。小白是结婚前就陪伴自己多年的爱犬，他一时间无法割舍，于是托人找来了专业的训犬专家，试图找寻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。专家在简单观察狗狗与孩子的相处模式后，很快就得出了结论。他说狗狗每次表现出暴躁的行为，都是妈妈抱着宝宝或陪伴宝宝的时候，原因是狗狗察觉自从主人有了孩子后，就开始对自己越来越疏远，它下意识把宝宝当成了抢走主人宠爱的竞争者，而不是当成一位小主人。一般动物都会通过竞争的方式获取妈妈的爱。通过观察，专家发现狗狗大多数只会装出很凶的样子，并没有伤害宝宝的意图，它只是想通过抢走宝宝食物的方法来吸引主人的注意力，从而重新夺回主人对自己的那份疼爱。女主也万万没想到是自己的冷漠与忽视才导致了这个局面，得知原因后，她的内心也十分自责。专家说要彻底解决不是没有办法，但可能需要长期的训练，改变狗狗的固有思维，把孩子从竞争者变成小主人。先让女主人抱着孩子一起和狗狗玩游戏，这样妈妈和孩子就是一体的，可以提升宝宝在狗狗心目中的地位。起初大家玩的还算和谐，可一旦女主把球塞到宝宝手里时，狗狗就会瞬间翻脸。这时专家说让宝宝抓点狗子爱吃的零食给他，于是妈妈握着孩子的小手，将小零食送到了狗狗嘴边。反复训练几次后，再当他们把球丢出时，狗狗会乖乖叼回来，坐在原地等待奖励。虽然只是取得了短暂的进步，但也让妈妈十分的高兴了，因为她了解自己养了多年的小狗，相信只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，狗狗一定能成为宝宝童年里最好的朋友。往后的日子里，她也会给狗狗更多的陪伴与关爱，不会再忽视冷落它的想法了。至于视频里这位妈妈的做法对错也不好评断，那么如果现实生活中你碰到这种情况，又会选择如何去解决呢？这是八戒和他的妻子翠兰看着两头虎背熊腰的猪，女主说好像遇到了诈骗。原来7个月前，女儿哭着吵着要爸爸买2只宠物猪，可不料才半年的时间，2只小猪就变成了大肥猪，体型比小女孩还大上1圈。爸爸说当时网购这对迷你猪的时候，商家保证最多长到10公斤，他们小时候也确实很可爱，可如今2只猪的身材直接翻了好几十倍。当找商家理论的时候，商家却说愿意假1赔3，再赠送6头猪，可看这体型谁还敢要呀？明明当时商家发的其他买家视频中的小猪是那么的娇小可爱，到自己这就完全变了个样子，这卖家秀与买家秀差距也太大了点吧。一旁的小哥跃跃欲试，想试试他们的体重，他先活动了一下筋骨，喊着叫大伙让开，接着就要给八戒来一个公主抱，结果明显是草率了呀。小哥的体型在八戒眼里妥妥的就是个细狗，压根就撼动不了他的身躯。小哥见抱不动大的很不服气，又把主意打到翠兰身上，想要证明自己，奈何小的也不给他面子，简直比闹脾气的女朋友还难抓，2腿一蹬就挣开了他的拥抱。最后还是3个壮汉才把小猪提溜到了秤上，结果一看吓一跳，居然有68.6公斤，那八戒就更不得了，直接飙到110公斤。小女孩看到这个数字都惊讶的捂住了嘴巴，咱就是说养猪场都没有这么高的效率吧。女主开玩笑说马上就要过年了，照这个架势下去，过年的香肠腊肉都不愁了，这可把小女孩吓坏了。虽然想象中的小可爱变成了大怪兽，但这么久的相处对他们早已有了感情，于是想通过节食减掉他们那一身的肥膘。为此女孩还特地准备了一个猪食谱，上面清楚地记录了每餐食物的分量和种类。从这认真细致的喂猪笔记来看，小女孩长大后靠养猪也能发家致富，可是那点食物哪里够他们填饱肚子的呀？
他们吃完就狂按讨食物的铃铛，随后又跑到妈妈面前诉苦，见没人搭理自己，无奈之下只能呼呼大睡，减少能量流逝。但没想到当家里人刚离开，八戒夫妻俩就干起了坏事，把家里的垫子、壁纸、沙发，只要能看见的全都给拆了，饥饿到吃起了棉絮。女孩回到家被眼前的一幕吓了一大跳，妈妈看到一片狼藉的客厅，顿时感觉一个脑袋三个大。没办法，家人又拿出了牵引绳，打算带着他们出去锻炼身体减肥。但猪猪们平时能躺着就绝不会动，不是在吃东西就是在睡觉，除了吃的没人能将他们从睡觉中喊醒。眼见着他们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肥胖，最后女主只能找到兽医求助。兽医观察后表示，这就是普通的家猪，根本就不是什么迷你宠物猪，并且接下来的话更是让一家人如遭雷劈。他说这两只猪现在还处于长身体的阶段，200公斤还不是他们的极限。按照现在的趋势下去，过年前应该能长到300公斤，并说他们平时没有运动，身上基本都是肥膘，不管是为了他们的身体健康，还是过年可以吃上五花肉，都需要抓紧时间给他们锻炼锻炼了。为此，家人找来了一个动物专家帮忙，在专家的指导下，拿着板子在猪猪的身后推着它。没想到这个方法的确很好，猪猪很配合的被纸板驱赶着走，接着又将报纸撕成条状，再将好吃的零食藏在里面。猪猪们用鼻子使劲的在里面拱啊拱，就像是拱一颗大白菜。经过一番折腾，两只猪累得趴在地上精疲力尽，女孩在一边默默祈祷他们能成功瘦下来，要不然过年就真要变成香肠和腊肉了。女主则叹道，养猪需谨慎，建议大家不要轻易养宠物迷你猪。这大概是我见过混得最悲惨的2只老虎，它们被囚禁在这个铁笼中整整15年，当人们放生它们的时候，竟然差点被吓破了胆。这2只老虎原本是某个马戏团的台柱子，从出生开始就为了取悦人类而生活，然而近几年来马戏团生意惨淡，最终因为入不敷支而破产解散。没有演出的老虎被故意遗弃在这里，每天被关押在不足5平方的铁笼里，整整15年未曾踏出一步。幸运的是，当地有好心人发现了他们的存在，为了防止他们被饿死，好心人每周都会带食物前来投喂，但食物的数量只能勉强维持生存。然而最让人感到痛心的是，铁笼的外面就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，但可怜的2只老虎只能望眼欲穿，整整15年都无缘踏足其中。期间热心人士一直联系动物保护组织，希望这2只可怜的老虎能够得到救助。最终南非的狮子岩大型猫科动物保护区表示愿意暂时收留它们，并且特意在保护区内划出了几亩地，用来让它们提前适应野外的环境，等到时机成熟后再放回大自然。可想要将这2个庞然大物安全送达南非并非易事，因为这里到南非要跨越2万多公里的距离，期间可能需要多次飞机和专车的转运。为此，救援组邀请了各行各业的专家，他们开始设计携带老虎的铁笼，规划旅程路径，考虑沿途可能会遇到的各种问题，以确保2只老虎能够安然无恙地抵达保护区。经过大家长达2个月的详细筹备，终于一切准备就绪，搬运老虎的行程正式开始。工作人员想要利用食物将它们引诱到小集装箱内，由于长时间没有进食，老虎们很快就屈服了，然后用叉车将它们转运到事先联系好的专机上。从阿根廷到南非的路程既艰难又漫长，为了避免在途中发生意外，工作人员必须每隔几小时检查一下他们的状况，确保他们能够安全抵达万里之外的南非。经过30多个小时的旅程后，飞机终于安全降落在南非的大地上。草原上遍布着各式各样的动物，小动物们都惬意地享受着悠闲自在的生活。很明显，这里才是老虎们真正的家园，而不是那个不足5平米的深渊牢笼。经过一系列简单的调整，接下来就要进行放归野外的第一步。然而让人们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当铁笼的大门被打开后，老虎并没有表现出重获自由的喜悦，反而是一脸迷茫地望着外面。工作人员们最担心的情况还是发生了，由于老虎的前半生几乎都被关在铁笼里，他们早已经习惯了里面的生活，现在陌生的环境和自由反而让他们感到害怕。老虎匍匐在笼子里不敢动弹，工作人员只能拿来新鲜的肉试图吸引它，但它表现的实在是太过紧张，即使饥饿难耐也不敢出来享用美食。经过几分钟的等待，老虎终于抵不住美食的诱惑，小心翼翼向前一步探出脑袋，可在吃掉肉块后又快速缩了回去。最终在工作人员不断的鼓励和等待下，终于鼓足勇气踏出了第一步。这是他多年来第一次真正接触到外面的世界，他谨慎地观察着四周，打量着这个熟悉又陌生的新世界。在确定没有危险后，开始在这片草地上自由地行走起来。周围的一切都让他充满了想要探索的欲望。另一只老虎则表现得更加夸张，只见他害怕地匍匐在铁笼子里，尽管笼门已经打开了1个小时，可却迟迟不敢踏出半步。他恐惧地打量着眼前陌生的环境，因为害怕全身都在止不住的颤抖。难以想象原本的百兽之王，如今竟然混成了现在这副模样，仿佛被永远困在那个走不出的深渊牢笼里。可怜的模样看得令人十分心疼。大约又过了1个多小时后，他这才终于鼓足勇气尝试走出。工作人员连忙关闭了后方铁笼的门。老虎紧张地环顾一圈后，然后迅速走向他的同伴，温柔地用脑袋磨蹭着对方。此刻他们才终于明白自己获救了。看到眼前温馨的场景，工作人员再也忍不住流下了感动的泪水。
他们是真心为这2个小家伙而感到高兴，庆幸一直以来的努力都没有白费。接下来的几个月，他们将会在这个全新的家园继续生活，同时工作人员也将帮助训练他们的捕猎技能，直到他们具备在野外生存的条件，然后再将他们放回真正属于他们的大自然。这2只老虎的前半生充满了不幸和悲惨，余生他们将在自由的环境里得到专业的呵护，在这里无忧无虑的生活下去。相信他们会感激那些救助他们的好心人。万物皆有灵性，生命也不分高低贵贱，不管是人类还是动物，都应该得到最基础的尊重和自由，这才是人与动物和睦共处的最美的方式。